Hello， 宝贝们，这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彩绘课程当中的树叶的一个画法啊。树叶的话呢，首先它是经常在我们画各种植物啊，一些国风款式啊、背景啊当中可能都会带到的一个部分啊，它属于可能是一个陪衬。那我们也可以是一个，比如说像画竹子的时候，竹叶啊这样一个主体物出现。那不管是画到什么当中的话呢，我们的叶子其实是分为许多种形态的。那我们这节课主要就是把这几种形态先给大家去罗列出来啊，利用到我们的水彩的彩绘盘，对吧？还是按我们先在纸张上去给大家呈现出来这几种叶子。我们先来讲一下啊，下笔的时候，我们画这几种叶子的时候一个笔法啊。首先我先来把这支狼毫笔，我们先洗涮干净。先来讲一个最基本啊、最常用的。好，然后我们来取一个绿色。好的，取水啊，取个大概2/3吧，这样的一个位置。哎呀，调在这儿好了，调多一点哈，一会儿我们用量也比较大，再蘸1倍的水，再加一点这个。好。我们先蘸的浓一点啊，因为是在纸张上画嘛，对吧？来放到一边。首先啊，我们先来第一个就是比较基本的啊，下笔的时候的话，我们利用笔尖的位置去下笔，先画小叶子，然后再画偏长一点的啊。小叶子的话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啊，先用笔尖慢慢的往下去压笔，然后把这个镜头稍往下去挪。看啊，稍微可能压一下笔，然后轻轻抬笔提笔，换一个位置啊，再来一下。轻轻压笔提笔，然后笔尖稍微往下去，这样走一个尖尖出来啊，这样就是一个小叶子了。然后啊，我们这个是从上往下这个方向，对吧？然后也可以是从下往上啊，这样去提。从下往上的话，那我们就把笔的方向就要调转一下了，就笔尖朝下。然后慢慢啊，笔尖先去落下，然后这样去压一下笔，压一下笔的同时，然后迅速的抬笔，给它一个收尖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画出来的是小小的叶子，对吧？那如果说是我们压笔的这个时间啊有压长的情况下，还是这个位置啊，我们压笔啊压的时间长一点，也就是拖拽的这个时间久一点，然后慢慢的再去收笔，看这个叶子明显就要比刚才长一点了，对吧？那如果说我们轻轻的去压笔，始终不把笔压到最狠的一个位置啊，轻轻去抬，然后慢慢去拖啊，它可能会变成这样的叶子，对吧？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是在它的旁边啊，来这样再来一笔啊。慢慢的，慢慢去抬笔，对吧？这个叶子比较长，然后在它旁边的这个位置啊，再来这样有一个收尖，可以是这样的叶子，对吧？它这个叶脉就会明显比刚才这个长很多，然后形状上也可以再有一点丰富的变化啊。那比如说我们再调转一下方向，稍微这样去画哈。哎，这个胖的位置就给它加一个这个圆滚滚的地方，就这个位置让它厚一点。叶子的话都是两边这边细，然后中间这边鼓的，它基本这个都是有一个中心点的，这个位置会稍微胖一点，知道吗？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画这种瘦长的叶子的话，那它就是下笔缓慢一点点，然后始终把笔不要压下去。你看一旦压实的情况下，它的线条就会特别粗，对吧？笔上没有颜料了，稍微
稍微有点干，稍微蘸一点点啊。你看，完全压下去的那个笔毛就会很粗。那么我们这种很粗的线条，一般在纸张上的话可能会比较常用，但是你落到指甲上来的话，它就太粗了，可能对吧？它是不常用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用到的笔法就是前面这几种啊。就压笔不要压得太满，然后假如我们调转一下方向啊，就把笔这样去抬起来，我这一边离大家画的近一点啊，把笔这样抬起来，我们画一个相对于粗一点点的叶子。你看，把笔基本上就是笔尖2/3啊位置去下笔，不要就是笔腹的位置完全压下去。笔腹的位置完全压下去，画出来的这个树叶就太粗了啊，就不适用于放在指甲上了。同样一个粗度，我们稍微拉长这个线条，收尖，对吧？那当然这个还可以有一点转折变化，什么啊？来笔之后，哎，给它一个急转弯，收到这个位置上来之后，给它一个急转弯，啊，这样的。或者可以是这么去画啊，分2笔去画，一笔是这样画到这儿，然后第2笔从它侧面这个位置啊，笔尖落在这个位置，这样去画，它会有一个像是叶子翻折过来的感觉。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就是一个是这样折过来的，一个是稍微让有一点点这个蜷曲起来的一个感觉哈。那当然我们想画的这个叶子更长啊，弧度更大，这个都可以啊。像这几种，这个就是落笔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这个形态上啊，除了长短的变化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几种变化呢，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目前把这个比较常用的这几种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这种落笔的方法，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说把这种小叶子啊，如果说是我们在画一个竹叶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或者是这样的啊，这样的笔法去画的。那如果说是像是小玫瑰花，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给它找出什么样的呢？再来蘸一点水啊。小玫瑰花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画就是这样去啊，笔尖先搓出来这样的一个形状之后啊，然后从中间位置给它来一个收尖，就是这样搓出来之后，然后笔尖这样轻轻去抬。然后收尖可以收的长一点啊，然后在它旁边的这个位置上啊，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再这样，然后迅速的再，这样去迅速的再抬一下笔啊，可以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是换一个方向。这样的啊，就是笔尖这样去蹭一蹭啊，这种方式去画出这个小叶子形状出来。然后你也可以是，如果说这个是玫瑰花花型，那我们也有那种，瘦长的叶子有了，短小的叶子有了，粗胖一点的叶子有了，玫瑰花花型的叶子有了，我们还可以说画成什么呢？有一种叶子是那种尤加利叶，它是那种胖乎乎的啊。有很多宝贝再去画这种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是这样去画的啊，这种是错误的。你画任何叶子的时候，我都不建议大家这么去画，然后中间这样去填色啊，尽量就是完完全全可以一笔就可以就完成的事情，这样的话它更有那种脉络感，而且更流畅啊线条。如果你这么去画的话，它就两边颜色重，中间颜色浅，它会看起来特别不真实。如果我们再去画的话，你的笔尖的朝向基本上啊，如果我们在落笔的时候笔尖是朝着左侧的，那你的颜色的重色就会在左侧。在纸张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放在指甲上的话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画一下啊。看我啊，我的侧重点都在左半边的一个位置，然后我再去收笔的情况下，你看它的颜色是有色彩变化的，对吧？就正是因为这种色彩变化，它的笔的纹路这种痕迹的感觉，我们在干后啊，这个水彩它会特别有那种脉络感，然后会显得非常有层次，对吧？那如果说你单纯的就是我们这么去填，
你看这个感觉它能一样吗？对吧？它是不一样的效果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去画啊。来擦掉。打2个叉，然后再去那种尤加利叶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长长的这种杆啊，然后在它的旁边会有一个圆形啊，这样的圆形。那很多伙伴会问，那我不这样去画的话，这个圆我怎么画啊？你看我的笔尖的朝向啊，这么去画的。然后它们几个的话，排列布局啊非常重要。看啊，这样挪动它，看我笔尖的这个位置啊，我慢慢的去走，慢慢的去走，它会走成一个这样的椭圆形。然后的话，再在这一侧的话，我们换的方向是什么？正好在我的上2片叶子的中间这个位置，对吧？这样的，当然你也可以画成相对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再去摆放的时候啊，你不要让它就是排站的那种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你不要给它画成这样的。我来一个错误示范啊。就是它的间距是一样的，然后的话呢，然后还把这一边画成是这种，然后距离特别远，然后马上又放到一个完全是一个排站的状态。其实你排站可以，但是就是稍微让它倾斜一点，去排站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不是你的叶子和你的这个杆儿，它是一个直角啊，就是你看这个方向它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么去画，而是你要让它，比如说叶子这个杆儿在这儿，然后你的这个叶子的方向让它是要么朝上去啊，要么朝上走，要么往下来，不让它完全形成一个直角的一个夹角。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假如说我们这个画成排站的话，那我们下一个叶子或者说下2个叶子，你要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变化，这样它看起来就不会很奇怪啊。这个是一个尤加利的叶子，我再放大一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2个小圆是怎么画的啊。首先就是一笔朝着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往右去挪，再往左去挪往左去挪，收尖收回来。颜色假如觉得太淡，再走一遍，往右往左收尖，好吗？这就是一个小叶子啊。这样的话画出来的它这个叶子的话会是始终是这个位置是颜色深的，然后2边颜色会浅一点，看到吗？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色彩变化啊。然后往上去画的话，往上看我怎么去下笔啊，笔尖朝这儿，然后先往左去挪，往上抬，往右下收回来。收回来的时候啊，宝贝们，收笔的时候不要这么去收啊，收笔的时候挪一下笔尖，这样收啊。你直接去向下的话，你看我的笔毛，看它会炸开啊。所以说收笔的时候，你要随着这个笔的柔，轻柔的这样去走啊，整个像打这个圈儿一样，给它转一圈，然后有一个收尖啊，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再来一下。这样一个感觉，然后的话，我们换一个方向，假如换到这头了，对吧？这头的话就是笔朝着这个方向，然后这样往左、往上抬，往右下，往右这样转着弯去下，收笔，再往外去挪，圆过来收笔，圆过来收笔。下笔的力度也比较重要啊，你不能说这样，对吧？你也不能说这样，
所以我们稍微是让它有一点点这种倾斜角度的，大概就是还是笔毛的1/3这个位置去落笔啊。如果是在指甲上的话，基本上就笔尖一点点去落笔哈。我们给大家在指甲上去实现一下这个尤加利叶啊。稍微来一点点。这个的话，画尤加利叶的时候，在指甲上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橄榄绿去画啊。稍微我们这样啊，你看只有笔尖一点点去挪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尽量让它圆一点。几乎是稍微挪一点点就 OK， 笔尖就这么一点点，所以它跟你在纸张上下笔的力度啊、颜色呀还是不一样的啊，注意一下这一点。画了几笔这样的一个小叶子啊，好了，擦掉了。下一个其实就是我们把这种叶子啊，给它来一个加宽版。然后再去变颜色的时候怎么变啊？首先说加宽这个问题啊，看一下啊，我们在告诉大家上一笔的时候不要这么去画，对吧？但是我们可以说什么？画2个这样的叶子，把它拼接成一个，就是让它整个是特别宽、特别胖啊，圆圆的、鼓鼓的那种感觉，这样的。在纸张上我肯定压笔压的狠一点啊，然后迅速收尖，像这样的短粗的叶子。但如果是在指甲上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样的，来一笔之后啊，然后再给它这边添一个小小的尖儿，然后冲这一头朝右啊，这边是朝左下的，这一边是朝右下的，来一笔，然后给它收回来之后，然后再来给它来一个收尖，看到吗？这样一个效果啊，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叶子也可以说同样的原理，咱给它变一下不同的形状啊，其实就是下笔的那个落重点不一样。什么叫落重点？就是我压笔压的最重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意思。来咱这笔可以说是我从这儿来哈，收。可以给它收回来啊，这样收回来，然后的话呢，给它来一个偏向，又不想让它垂直上直下的，稍微往这边来一点，然后再给它收回来，对吧？然后中间走一个叶脉出来，对吧？就是叶子这个东西也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形状啊。那你说在我们的这个指甲上面的话，也可以是这样。那如果说是变换颜色的情况下啊，变换颜色的话，我们怎么变？通常我的话，我再找另外一支笔啊。通常我的话就是先添浅色，后添重色。因为如果说其实在纸张上我们再去画这种叶子的时候，它的颜色你可以是湿画法，就是衬湿，但是它在指甲上有一点比较难实现，因为衬湿的话那个水珠可能会淌，然后不好控制啊，所以我教大家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你们可以用混色的方法啊，或者说是干叠的方法啊，可以用干叠的方法去绘画它。比如说我先取一个比较浅一点的绿上来，这个绿加一点，从中加一点黄进去。假如说先是这个绿色哈，然后我们可以说是现在这个叶子里面这个叶子比较常见的就是我去画那种郁金香的叶子的时候哈，这样就是它会比较偏长一点嘛，对吧？一般在纸张上，你就趁它没干的时候，我们直接把这个深绿色加进去就可以了，它会有一种点染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那个湿画法的那种效果，直接就加进来了。但是你在指甲上的话假如说我们也是一笔这样
很湿的颜色。它如果说直接把这个深色咱加进去的话，它晕开的效果可能特别大啊，所以我们不适合大面积加，但是可以加在哪里？可以加在这个肩部的一个位置，或者说根部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方法确实可以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让它肩部这个位置，哎，颜色稍微重一点点，对吧？或者稍微有点干了啊，加进来一点点，就是稍微有一点，比如说我们在画一个叶子，有一点枯黄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可以趁湿把这个颜色加进来啊。但是如果说是像我那种画法的话，也就是说想让它有那种纹路的体现的话，就不适用于这样的了啊。那我们在指甲上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样是湿画法，可能这个就不用去做处理了。但是在指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稍微有一点点啊，东北话来讲有点点小合楞圈，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用笔啊。之前这个情况我们有给大家说过，我们需要是用笔干净的笔洗干净啊，然后用笔尖轻轻的去点一点它啊，拍一拍，这样让它颜色更加自然啊。就是需要在我们的指甲上进行多一个步骤啊。你可能在纸张上的话就直接点进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在指甲上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就轻轻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老师说的这种的话，我先在这个上面画上一笔啊。这个擦掉啊，这个我等它干了已经。干了之后啊，你像这个方法的话，其实你在指甲上就非常吃香，但是在纸张上效果其实一般般啊。但我要把在这个方法在纸张上先给大家体现一下，就是什么呢？我直接这个时候笔上比较少一点的含水量，然后我再去蘸一下比较深的绿色，可以是在它的边缘。这样再来一笔啊，或者是在中间的地方再去给它衔接一笔。然后如果是在纸张上的话，它的颜色打开的可能就比较大，然后在我们的指甲上的话呢，它会颜色打开的同时它是带纹路的啊，在这一点在纸张上可能很难体现出来。那我们直接在甲面上给大家画一下啊，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绿色上来，对吧？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深绿色啊，重复的在这个上面压上来啊。这个时候颜色，因为我刚画了，在纸张上画了一笔，所以说颜色有点浅，没关系，我们再压一笔颜色。这个相对于说，这个笔当中的含水量一定要少啊，这个时候你才能把那个纹路画上来。含水量多的话，你该把这个颜色洗下去了。好吧，我们可以说是这边画一笔，这边再画一笔，就是中间这个叶脉直接就出来了，看到吗？中间就有一个小叶脉，然后我们可以干嘛呢？给它来一点变化，就是我们之前有说过这种转折嘛，对吧？这个转折怎么去画啊？我们可以说是在它的边缘的位置啊，就是给它去把这笔转折给它添加上去。这一边的转折的话，不能继续到这个位置去填，你要在它这一面去填啊。然后画完这一笔之后，你把这个位置，咱把笔抬起来，然后慢慢的给它来一个收尖，就让它有一个衔接这样的动作，看到吗？这样它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叶子它是转过去的啊，然后再把笔来一笔给它这样接过来，这样轻轻抬一下，这样接过来。它会有一个这个叶子是这样有一种翻转过去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叶子颜色可以再深一点。也可以怎么接啊？我把这个再擦掉。这边我们再擦掉啊。还可以怎么来？还可以让它就是这个位置，它现在不是圆润的嘛，对吧？然后你可以是给它找成这种有点是直角，这种一个转折过来的一个角啊。然后重色也是朝上的，所以我们笔尖朝上，重色在哪里，笔尖就在哪里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是这个叶子是这样就周过来的啊，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的一张纸嘛，就把这个模拟成叶子，对吧？这样的一个叶子，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折角折过来了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的话，折过去的那半部分，它是颜色是偏暗的，是有阴影的这种效果的。那我们翻转一下啊，翻到这头来，应该怎么画哈？换成调转一下方向啊，这样的一个，加一点绿啊，这样颜色看起来有点太浅了，有点反光。看这样的一个叶子，然后要转折的地方，我们先不转啊，去给它在这个位置停一下，停顿一下，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收尖一下啊，这样来一个收尖的动作。然后我们另外一支笔去蘸着更深的绿色，然后在这一笔上面啊，在这个叶子上面，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什么重色，或者说是这种叶脉，对吧？然后在它紧接着衔接的这个位置啊，不要从这个口这儿去接，你要从口这儿往里面一点来。从这个位置，然后慢慢探进去，之后，给它一个这样的角，然后给它弯下来。这种叶子的话，通常见于兰花啊那种花叶的画法啊，这样翻折过来的这种感觉，一定要是从这儿接过来的哈。然后，假如这接的还是不自然的话，你可以笔尖稍微轻轻的往下带一下，往下扫一下。这种效果，假如说颜色还是觉得有一点重啊，你可以把笔稍微洗一下之后，干净的纸巾吸走一部分水分，然后在这个位置轻轻的把这个颜色揉一下啊，带一下，这种感觉它会衔接的会更自然一点啊。好了，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叶子的画法啊，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啦，宝贝们。